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徐凯强吻田曦薇施发缠绵，子夜归暑期档对打杨紫新剧。当徐凯的剑锋抵住田曦薇的咽喉，月光在两人交错的衣袂间流转。这场发生在长安腰市的终极对峙，早已超越了正邪较量的范畴。改编自晋江人气小说《梅夫人》。宠夫日常的古装奇幻剧《子夜归》，凭借双面人生加速式情缘的极致设定，在腾讯站内斩获200万预约量的惊人数据。这部被业内称为古装版史密斯夫妇的作品，正以颠覆性的叙事结构与突破尺度的情感张力，重新定义着古装爱情剧的可能性。剧集未播先火的背后，是徐凯与田曦薇之间暗潮汹涌的番位较量。原著以猫妖武真的成长为主线，但剧版为突出徐凯饰演的梅竹雨，将人设重塑为外冷内热的天师继承人。这种改编策略虽引发田曦薇粉丝的强烈反弹，却意外成就了角色关系的戏剧张力。当表面纨绔的猫公田曦薇是白天与道士夫君，徐凯是扮演模范夫妻，夜幕降临时却化身妖式守护者。两人在捉妖与反捉妖的周旋中，逐渐揭开前世今生的因果轮回。这种身份错位带来的情感拉扯，恰似史密斯夫妇中杀手夫妻的现代版演绎，只不过将枪林弹雨置换为法术对决，把安全屋变成了长安城。预告片中那场浴室强吻戏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情感爆发，施发贴面的田曦薇被徐凯禁锢在雕花木栏间，交叠的衣襟与急促的呼吸声在蒸汽氤氲中交织。这种突破常规的亲密戏设计，在古装剧领域堪称大胆突破。更令人惊艳的是动作戏中的情感暗涌。当梅竹雨的符咒与武真的利爪在月圆之夜碰撞，法器相击的火花映照着两人复杂的眼神，既是生死相搏的对手，又是同床共枕的伴侣。这种矛盾感在花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徐凯需在打斗中保持道士的清冷禁欲，而田曦薇则要随时切换猫妖的野性与贵女的端庄。两人肢体接触时的微妙电流，恰是角色关系最真实的投射。腾讯将子夜归定档7月，显然是看重其以小博大的潜力。面对杨紫李现二搭的锦绣芳华与刘宇宁李一桐的书卷一梦，这部中等成本制作却手握2大杀器。其一是先婚后爱家人妖殊途的复合题材，既保留了古装剧的浪漫基因，又融入奇幻悬疑元素。其二是同步接档肖战《藏海传》的排播策略，形成顶流交替的传播效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剧组在服化道上的创新尝试，徐凯的天师道袍采用改良汉服剪裁，暗绣的符咒纹样在打斗时会泛起微光。田曦薇的猫妖造型则融合唐制襦裙与兽形配饰，发间若隐若现的猫耳发簪暗喻其双重身份。在 IP 加流量的常规公式之外，该剧通过3个维度实现突围。首先是角色关系的现代化重构，将传统仙侠剧的师徒恋神磨练升级为更具当代性的契约婚姻。其次是视觉风格的年轻化表达，预告片中大量使用低角度镜头与慢动作特写，强化主角的宿命感。最后是情感内核的深度挖掘。武真与梅竹雨的羁绊不止于儿女情长，更承载着守护长安城的家国大义。这种创作思路与国色芳华中和潍坊的经商传奇形成有趣呼应。当95后小花小生们开始用新世代审美重塑古装剧，或许意味着这个类型即将迎来真正的迭代时刻。从苍兰诀的交换人生到宁安如梦的三世纠葛，古装剧始终在寻找情感叙事的新可能。子夜归的价值不在于创造了多么惊世骇俗的设定，而在于它证明，当创作回归人物关系的本质，当表演突破流量偶像的桎梏，
那些看似陈旧的仙侠母题，依然能迸发出直击人心的力量。就像预告片中那句反复出现的台词：“这长安城的月光，照得见妖邪，却照不亮人心。”